大家好，我是小野猫，来自上海，现在住在日本。说到旅行，你们是不是也和我一样，最喜欢在路上遇见不同的人，不同的文化？每次旅行回来，总是觉得自己开阔了眼界。可是有些时候，我们的旅行不仅仅是去一个地方，更多的时候，我们也在体验不同护照带来的不同待遇。我一直拿的是中国护照。近年来，虽然很多国家对中国护照放宽了签证政策，但是每次出国还是得提前准备各种材料，申请签证，跑使馆，光是这一步就已经够让我头大了。而台湾的朋友出行简直就是飞行 VIP， 他们的护照在很多方面的确有不小的优势。这次我就来和大家聊聊台湾护照和中国护照到底有啥区别？为什么台湾护照那么让人羡慕？也许看完之后，你们会想，为什么我们不能也有这么多便利呢？首先，咱们从最直观的一个方面来说，免签。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，拿着中国护照，想去一个国家旅行，得提前准备各种材料，申请签证。甚至有时候签证申请过程还可能面临被拒签的风险。就像我去法国，光是签证材料准备就让我头疼不已，银行存款证明、邀请函、机票和酒店预订单，这些哪一项少了都不行，整整准备了一大堆。最糟心的是，签证的审批时间超级长，要等上好几个月，等得我都快疯了。而台湾的朋友们每次出行看起来简直像是飞行 VIP， 很多国家他们可以免签或者落地签，这差距让我不禁感叹，简直太幸运了。比如说，台湾护照现在可以免签或落地签进入14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而中国护照呢，大约只能去70个左右。这个差距一看就很震撼吧？听到这个数字时，我的内心简直崩溃。比如我的朋友阿美，她每年都会去欧洲旅游。去年她直接买了张机票飞到意大利，根本不需要办理签证。欧洲的申根国家基本上可以免签90天，完全不费力。而我呢，去法国时材料准备的已经让我头昏眼花，银行存款、邀请函、酒店预订单，每一个文件都要核对好几次，而且我还得等很长时间才能拿到签证，整整等了2-3个月。这种差距真的很让人心塞，尤其是当你知道台湾朋友这么轻松，而你却因为签证的各种手续浪费了大量时间。再给你们讲讲我的另一个朋友小杰，他和家人一起去东南亚旅游，根本没有做什么准备工作，直接拿着台湾护照到机场，落地签就搞定了。你们想象一下他当时的轻松性，根本就没有麻烦。而我去泰国旅游的时候，几乎把所有的旅行时间都花在了办签证上，从排队、填写表格到准备各种材料，真的是头昏眼花。签证的整个过程完全拖慢了我的旅行步伐。你说这种对比让人不想哭才怪。台湾护照的便利真的是让人羡慕的不行。每次看到朋友们都说去欧洲轻松搞定签证，我只能微笑着听，内心却在流泪。除了旅游上的便利，台湾护照对于留学党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福音。留学这事儿，不管是去欧美还是去其他地区，都离不开签证，而台湾护照在这方面的优势真的让人很羡慕。我认识很多台湾朋友，他们在国外读书，办理签证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麻烦。举个例子，小明去美国读书，签证办理得非常顺利，不仅流程简单，连申请的过程都轻松得让人难以置信。而我当年去日本留学的时候，光是签证办理的过程就让我精疲力尽。每次去大使馆递交材料时，都得带上银行存款、保证金、学校证明这些。准备这些材料的时间比我去学校上课的时间还要多。而且台湾护照的学生签证政策通常比中国护照要简单很多。许多欧美国家
在办理台湾学生签证时，通常不要求那么多繁琐的财务证明、担保材料，也不容易出现被拒签的情况。很多学校也会优先考虑台湾的学生，因为他们的签证办理相对容易，申请过程也比较简单。而我们大陆学生往往要面对各种复杂的财务证明，签证审批的时间也特别长。比如我有个朋友小雪，她在德国读书，她告诉我，台湾的学生在申请签证时，通常没有那么多繁琐的手续，根本不用像我们一样准备大量的财务资料或者担保人资料。更重要的是，很多欧美大学和台湾的大学都有合作项目，这就意味着台湾的学生可以轻松参与交换生、实习生等项目。而对于我们中国大陆的学生来说，签证和机会常常都受到限制，尤其是某些国家会要求更为繁琐的财务证明和担保材料，这真的是让人心力交瘁。想想看，台湾护照的优势不仅是旅行上轻松，留学上的绿灯也多得让人羡慕。说到商务差旅，这也是台湾护照的一个非常强的优势。我有个朋友阿辉，他是做跨境电商的，经常需要到世界各地出差，尤其是东南亚地区。你知道他怎么说吗？他说，拿着台湾护照出差，简直就是高效通行证，无论是去新加坡、马来西亚还是日本、韩国，几乎都可以凭护照直接免签，效率高得让人羡慕。而我呢，有一次为了去泰国开个会议，提前花了2个小时在签证中心排队，最后还得填写各种表格，拿到落地签的过程简直能让我崩溃。想想看，同样是出差，台湾护照的人轻松的不能再轻松了。我记得有一次，阿辉临时决定去香港参加一个商务会议，结果他只用了几个小时就搞定了所有手续，随便买张机票，几小时后就能到达目的地。而我为了去香港，虽然是免签，但是得提前申请港澳通行证，整个过程超级繁琐，还得浪费时间去跑政府部门，真是比阿辉的轻松行程差得太多。台湾护照在商务差旅中的优势真的是让人羡慕不已。对于经常出差的朋友来说，台湾护照无疑是最方便的选择。提到国际自由度，台湾护照的优势绝对是世界顶级的，尤其是在南美和非洲，差距更为明显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和台湾朋友小丽计划去南美旅行，结果她发现台湾护照可以免签进入智利、秘鲁等南美国家，而我为了去这些地方，却得为每个国家单独申请签证。可想而知，我最后浪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，签证一个一个办，花了大量时间和金钱，结果还没完全把行程安排好。再比如，我有个朋友小张，他去过肯尼亚，根本不需要什么麻烦的签证手续，几乎走到哪里都能轻松进入。而我去南美旅行时，签证的准备过程简直就是一场噩梦，需要为每一个国家都单独申请签证，结果耗时又耗力。总的来说，台湾护照在全球旅行上的自由度和便利性真的是令人垂涎。如果你是个旅行狂，台湾护照简直是通向世界的钥匙。除了免签和便利的签证政策，台湾护照在很多小细节上的设计也特别有优势。比如，台湾护照的电子化程度非常高，很多国家的海关都能迅速识别，通关效率特别高。相比之下，虽然中国护照也在逐步改进，但是有时候在一些小型机场，通关速度还是会比较慢，这让人觉得有点遗憾。还有，台湾护照的国际认可度也非常高，很多国家的海关人员对台湾护照的持有者都会特别友好。而中国护照虽然越来越得到国际认可，但有时候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不必要的麻烦，甚至在某些国家，持中国护照的人会遭遇偏见。通过今天的分享，
我相信大家对台湾护照和中国护照的差异有了更清晰的了解。台湾护照在全球旅行、留学和商务差旅方面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，而中国护照还有许多地方需要进一步提高。最后，我想说的是，无论我们持什么护照，最重要的是旅行的意义。每一次旅行都是一次新的体验，是开阔眼界、感受世界多样性的好机会。希望大家都能拥有更多轻松愉快的旅行。